1997年，在中国北方的一个小城市，犯罪嫌疑人邱武因偷窃2辆汽车被捕入狱。这起案件将由当地法院的田法官来审理。田法官是一个一丝不苟、遵循法律的男人，但他的一丝不苟在别人眼里却被看成是不近人情，也得罪了不少人。最近，他唯一的女儿在一场车祸中不幸去世，经鉴定，肇事车辆是被盗的。出事之后，肇事司机就逃逸了。从那以后，每当到了吃饭时间，田法官家里的气氛变得十分压抑，夫妻俩都没心情吃饭。田法官的妻子因为没法接受女儿去世的事实，更是变得神情恍惚。不久，交警队的队长找到了他，他们认为田法官女儿所遭遇的交通事故不是简单的交通肇事逃逸案，更像是有预谋的谋杀。警察觉得是田法官得罪了什么人，所以才会报复他的女儿。他们希望田法官向他们提供更多的线索。田法官听完交警队长的话后，表示自己没线索可提供。这天，田法官庭审结束后，城管队的队长老张找到了他。由于老张的父亲在大街上被人打死，凶手却因非故意杀人而被轻判，老张气不打一处来，所以一直在想尽办法让田法官判处凶手死刑。但是田法官非常的正直，一口回绝了他。他坚持要按照相关的法律条文来进行审判。老张软硬兼施，可是田法官依旧坚持原则。而对于邱武盗窃机动车的案件，田法官和几个同事们商讨着，到底该不该被判邱武死刑。因为新修订的刑法马上就要在10月1日实施了，新刑法对于盗窃机动车这种量刑有很大的区别。旧刑法规定，凡是涉及3万以上的偷窃都要被处以死刑。邱武盗窃的2辆机动车总价值6万元，自然是要判死刑的。但是按照新刑法的标准，邱武则不会被判死刑。田法官认为目前还处于严打时期，新刑法也还没有实施，所以应该判处邱武死刑。这天早起，田法官正准备离家去上班，这时他的妻子突然向他提出了离婚。或许是觉得家里的气氛太压抑，又或许是认为田法官害死了女儿，所以他不想和田法官过日子了。田法官显得有些无奈。这天上午的邱武盗窃案一审中，田法官当场宣布判处邱武死刑。邱武听到审判结果之后，并没有呐喊，只是用颤抖的声音说道要上诉。回到监狱的邱武饭也不吃，觉也不睡，直到一个同监舍的死刑犯被带走枪毙之后，邱武的内心才感到恐惧。这天，同监舍的一名犯人用言语侮辱了邱武，邱武和他打了起来，最后2人都被叫到审讯室询问。不久，那名犯人刑满出狱，但他依旧没有打算放过邱武，而是托同屋的犯人们好好照顾一下邱武。就在那些人打算动手时，邱武情绪失控，站在门口说道：我是死刑犯，谁要是动手，我就和谁拼命。说完就用自己的头去撞铁门，直到头破血流才停下来。与此同时，邱武也试图通过捐献自己的一颗肾脏来获取从轻判处的机会。另一边，天威集团的李老板是一个很富有的商人，不过他却患有严重的肾病，需要经常做透析才能够维持。现在病情越来越严重了，急需换一颗肾来续命。得知邱武的情况后，他立马派郑律师和看守所联系。巧合的是，邱武和李老板的肾脏匹配成功，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情。邱武可以通过捐肾来减轻刑罚，而李老板也可以活命。不过没多久，主治医生突然告诉李老板的女友倩倩，说李老板的换肾手术没有办法按期进行。倩倩听完之后大发雷霆。回去后，郑律师告诉他们，卫生局虽然同意使用死刑犯的肾作为肾源，不过法院不同意。法院不同意的理由是，目前还没有哪一条法律允许一审死刑犯可以捐献器官。不过郑律师转而又说，这件事情还有回旋的余地，因为法律也没有规定不允许一审死刑犯捐献器官。邱武捐肾也是为了想要减刑，想要保命，所以只要做好法院的思想工作，这件事仍然可以继续的运作下去。于是郑律师和倩倩找到了法院的张院长和田法官。张院长知道李老板的社会地位，很快便同意了邱武捐肾这件事情。田法官则认为，如果邱武捐献器官的话，那他出狱的安全问题就没有办法得到保证。如果邱武跑了或者自杀了，那后果是相当的严重的。手术当中如果出现意外死亡，那相关的法律责任也是非常的大的。见田法官那么坚持，张院长也只能否定邱武捐肾的事情了。无论倩倩如何劝说田法官，田法官就是不同意。晚上睡觉前，倩倩还问李老板说，如果邱武捐肾实在行不通的话，也没有必要灰心，我们还可以寻找别的肾源。第二天，郑律师又想到了一个办法，那就是等邱武被枪毙了，直接从他的尸体上取肾。现在只要拿到邱武或者他家属的捐肾同意书，那么根据相关的法律，这件事情完全可以运作下去。随后，郑律师和倩倩找到了邱武的家属。郑律师欺骗邱武的妈妈说，自己是为邱武辩护的律师，只有他才能让邱武不被判死刑。他们表面上是给邱武辩护，实际上也是为邱武的肾而来的。
邱武的妈妈还以为遇到了好心的人，嘴里说道：“我们没有钱，请不起律师，太谢谢你们了。”就这样，郑律师哄骗邱武的妈妈签下了委托辩护书。不过，当郑律师诱骗他签肾脏捐献书时，邱武的弟弟识破了郑律师的阴谋，拒绝在协议上签字。律师几人见状，只好无奈地离开了。既然这条路走不通，郑律师又准备让监狱里的邱武亲自签肾脏捐献书。为了达成目的，他们还以10万块钱的回报来引诱邱武。10万在当时那个年代可不是小数目。邱武突然发问：“我妈同意了吗？”郑律师连忙拿出邱武妈妈先前签订的那份委托辩护书，欺骗邱武说：“你妈妈同意你捐肾。”这可能是压倒邱武的最后一根稻草了。有什么能有连自己的母亲都放弃儿子更让人沮丧呢？邱武是一个很孝顺的男人，他觉得有了那10万块钱，他的家人会过得更好，于是在捐肾协议上摁了手印。此时倩倩突然觉得这样做对邱武和他的家人来说太过于残忍了，从此变得沉默寡言。这天中午，田法官在做饭时，2个城管突然不请自来，他们以田法官家没有养狗证为由，要将小狗带走。田法官哀求他们说明天一定去办证，但是对方依旧要将狗带走。自从女儿死后，田法官的妻子整天魂不守舍，全靠这条狗来安慰自己。现在城管要将狗狗带走，受到刺激的妻子自然是不同意的，冲上前去拼命阻拦。田法官一怒之下夺回了狗，并将城管拒之门外。很快，警方开始介入这起纠纷。那2个城管队员的上司正好是城管队长老张。田法官知道这是他上次不肯帮老张的忙而故意报复他的。老田好言相劝，让他把狗还给他，毕竟这是妻子的一个念想。但老张不仅不同意还狗，还当场羞辱了他一番，说他女儿的死就是对他最好的报复。田法官一怒之下狠狠殴打了老张。好在在张院长的说情之下，田法官才没有受到处罚。当田法官变得硬气起来之后，他妻子的精神状态也好了很多。田法官对妻子说道：“他明天就去把养狗证给办好，然后把狗要回来。”不久，邱武的2审结果出来了，维持原判，死刑。郑律师向李老板保证，换肾这件事情绝对不会再出现意外了。田法官找到张院长，让他签署执行文件，因为后天是10月1号，法院要放假3天，所以对邱武执行死刑要等到假期结束之后。然而郑律师再次找到田法官，他希望这2天就执行，因为李老板已经住进了医院，危在旦夕。田法官告诉郑律师，什么事情都得按照程序来。很快国庆假期过去了，邱武被执行死刑的日期也到了。此刻的邱武既冷静又绝望。接着他被带出了监狱，田法官核实了邱武的身份，对他宣读了2审死刑判决书。但此刻田法官的内心很纠结，他知道郑律师的那些肮脏勾当，不过郑律师的做法也不违法，但是邱武却要丢掉自己的肾脏。田法官询问了邱武是否真的愿意捐献他的肾脏，而邱武只关心他的家人能不能拿到那10万块钱。随后邱武被带上了警车，准备押到刑场。而此时的李老板正坐在病床上，等邱武枪毙之后立马换肾。刑场上一切准备就绪，还有个警察在执行前说道：“这哥们儿真倒霉，可能是最后一个因为偷车被判死刑的人了。”行刑的枪已经抵住邱武的头，关键时刻，一直坚持死刑的田法官突然跑出来阻止他们行刑。田法官告诉张院长，说10月1号以后开始正式实施新刑法，按照新刑法的规定，邱武所犯的罪不致死，而法院是在10月以后才将死刑判决书送达到邱武的手上，所以邱武的案件是适用于新法的。但张院长觉得在刑场叫停死刑不是小事，他觉得枪毙邱武并没有什么大的问题，但田法官依旧坚持邱武不应该被枪毙的观点。就这样2个人发生了争执。既然田法官如此坚持，张院长只能向上级请示，上级也认同了田法官的做法，毕竟人命关天。就这样，邱武又被带回了看守所。田法官虽然挨了张院长的一顿训斥，但他心里却感到十分的舒坦。李老板见自己没有办法做肾脏移植手术，开始不停地冲着身边的人发脾气。因为田法官擅自阻止执行死刑，所以招来了一些相关部门的审查。田法官强调，之前对邱武判处死刑，他是在维护法律，现在阻止刑罚也是在维护法律。最终田法官没有受到任何的处罚，而邱武也被改判成了有期徒刑。经过这件事之后，田法官受不了单位的乌烟瘴气，最后选择了辞职。晚上吃完饭后，田法官的妻子告诉他一个好消息，他去医院问过医生了，医生说他还可以再生。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影片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，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无形的冲击。对于生命的终结还是延续，从不同人的视角观察会有不同的意义。对于法官，只是死刑这2个文字；对于父母，是亲情的丧失；对于罪犯本人，则是冰火交融。田法官的形象无疑代表着正义感的使者，
他是一个法官，也是一个父亲。他可以作为国家公职人员获得公信力和社会地位，但作为行为个体，他也有着自己的喜怒哀乐和家长里短。作为一名法官，他能用一纸判决来决定其他人的命运，但作为个体，他的命运以及家庭成员的命运也能够第一时间被他人左右，不可琢磨。生活总是在不断的变化，任何职业的个体都需要自己去适应。本期的故事到这啦，小伙伴们，下期见，拜拜。